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那現在呢，我們正在學習的課程是 HSK 4級考前輔導課程，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考試。那在這裡呢，我們要講的是近義詞和反義詞。近義詞呢，就是意思差不多的詞，甚至有的時候是一樣的。那還有反義詞呢，就是意思完全不一樣的詞。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去講近義詞和反義詞呢？因為我們發現，在聽力和閱讀的裡邊呢，這樣的詞彙出現的非常多。那如果你掌握了這些詞彙，會幫助你去做這些題目。而且呢，還有一點就是，同學們在複習和學習詞彙的時候呢，要注意一下，有一些詞它們的意思是很近，但是不完全一樣。那你再去使用它的時候要注意，而且在考試的時候，你听到的可能是 A， 那你看到的可能是 B， 但是 A 和 B 意思差不多，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它们的意思差不多，可能就会有麻煩了。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去學習它的原因。我們現在呢，先來看近義詞。那我們說呢，近義詞意思差不多的詞，我們其實有很多個方面是不完全一樣的啊。有的人說呢，在一個語言裡邊，基本上沒有意思完全一樣的詞，一定會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地方。但是呢，當然啊，這個不是絕對的。但是我們要給大家說的是，有一些詞它們意思是一樣的，但是可能有一點點小小的不一樣。那我们一起來看一下這個問題。好，首先我們看呢，有一些詞是口語和書面語的區別。口語就是 oral， 書面語呢就是 written 或者是 formal 的語言。那麼也就是說，可能我們在說話的時候用的是一個詞，那我們寫文章的時候可能會用另外一個詞，但是呢，它們的意思都是完全一樣的。那現在我們先來看一個 example， 一個例子。在這裡呢，是聽力的第一部分，判斷對錯題。你可以看到的句子是，他父親是記者。那你可以聽到的句子是，我爸爸是一位記者，他總是告訴我，做記者既要及時的報道社會上發生的事情，也要保持新聞的準確性。那麼這樣的一段話，你聽到以後，你來判斷是對還是錯。那因為這個問題比較簡單，所以呢，我們在這兒也不用去特別的去看答案了，它是對的。那在這裡面，大家注意到，你看到的是父親，但是你聽到的是爸爸啊，那這個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那我們來看一下，在口語裡面我們說爸爸，那書面語裡邊我們說父親。那一樣的，媽媽、母親、大夫、醫生、孩子、兒童、老師、教師、漢語、中文，它們都是這樣的詞彙。那同學們在去記這些詞彙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比如說你學了爸爸，你要去注意，還有一個詞是父親，它也是爸爸的意思。那或者是說你在學習這個兒童的時候，你去記憶它，兒童是什麼呢？兒童就是孩子。好，那在這裡有一個詞比較特別，就是漢語和中文。那其實如果我們認真的去想一想的話，漢語的話呢，更多的是 oral language， 那中文呢，更多的是 written Chinese 啊，那可能意思上也有一點點不一樣。但是在口語裡面，我既可以說我學習漢語，又可以說我學習中文。那如果大家聽過老師的這個 HSK 考前輔導課的聽力的第3個部分，你一定還記得我們聽到過一個，他說大家都說我的中文很流利。那在 A、B、C、D 裡邊，你看到了 B 是或者 C 是漢語很好，所以中文很流利的意思和漢語很好的意思是一樣的。
那麼在聽力考試裡邊，有的時候，甚至我们可以說很多时候，它不會給你完全一樣的詞，它會給你意思差不多的詞。那這個差不多很有可能就是口語和書面語的區別。那這一點大家要注意。那如果你看到了這樣的詞彙，你再去記這些詞彙的時候，要放在一起去記憶，這個是非常重要，而且對你去記憶詞彙也是很有幫助的。那我們繼續來看。那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有幾個題目啊。這個題目第一個是前面有句子，他說後來說呢，不少人剛開始運動時會感覺十分無聊，於是很快就放棄了。那問題是，剛開始運動時，很多人覺得怎麼樣？那無聊 ，A、B、C、D 裡邊有一個詞跟無聊的意思是一樣的，那就是應該要選擇 B， 沒意思啊。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有意思是口語的。那有趣是書面語的，它們的意思都是 interesting 或者是 funny。那沒意思就是無聊。那這樣的詞的意思你一定要記得。好，我們來看下一個。這本雜誌介紹了亞洲很多著名的景點，其中介紹長城那一篇寫得特別詳細，而且十分有趣，很值得一讀。它的問題是，介紹長城的那篇文章怎麼樣？ A 呢是很難，沒說。 B 呢是很有意思啊，這個答案是對的，因為我們看到了有趣，答案是有意思，意思是一樣的。好，我們再來看這裡有一個啊，它是一個聽力題。那 A 太累， B 得意， C 感動， D 懷疑。那你會聽到的是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的對話，他們在逛街，男的說時間過得真慢啊，比我上班還辛苦。那你聽到了辛苦這個詞，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A 太累，因為累和辛苦的意思是一樣的。但是呢，當然了，就是累比較口語，辛苦呢比較書面語。而且呢，辛苦呢還有一個特別的用法，就是比如說有一個師傅，他幫我拿東西，那或者是幫我打掃，或者是幫我修東西。那結束以後，我會跟師傅說：“師傅辛苦了。”那這是一個 polite phrase 啊，就是一個表示禮貌的這樣的一個句子，有一點像謝謝。啊，謝謝你，你很辛苦幫我做這個事情。那這個累沒有這個用法。好，那這裡還有一個一樣 same， 那相同是 same， 它們是一樣的意思。所以啊，口語跟書面語那很多詞啊，大家要注意一下，你可以把它們放在一起，然後去記憶。而且在考試的時候，這樣的題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這裡他說呢，那家雜誌社在招人，你可以看到這個句子。那你可以聽到的是，昨天我在報紙上看見一家雜誌社在招聘高級翻譯，要碩士。給出的條件還不錯，你要不試一試？那你看到的是在招人，那你聽到的是在招聘高級翻譯，所以這個句子是對的。也就是說，招人在口語裡邊，招人就是我們正在招人。那招聘什麼什麼，這個是比較書面的說法啊，所以這個你一定要記得，一定要，如果你意思你明白的話，那答案是沒有問題的。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她說呢，她和丈夫很少在家吃飯，平時上班的時候2個人都在公司吃，周末不上班的時候就一起去飯館吃，偶爾才會在家做飯。那這裡有一個偶爾，偶爾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不常啊，不常常做什麼。
那麼書面語我們說偶爾，所以在這裡邊他們倆應該要選擇 D， 不常在家吃飯。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偶爾的意思是不常，那你很有可能不能做对这个题目，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要去记住这樣的詞彙，它們的意思是差不多的。那然後除了我們剛才說的口語和書面語，這個是不一樣的。那還有一種情況呢，我們說它們的詞性不一樣。什麼叫詞性不一樣呢？有的是 noun， 有的是 verb， 有的是 adjective。那這一點呢，對於大家來說呢，非常重要。為什麼呢？因為大家要注意的是，有的同學呀，在記憶詞彙的時候呢，主要記憶的是這個它的意思，但是呢，你記意思的時候，你不記得它的詞性，你不記得它是一個 noun 還是一個 verb， 那你說句子或者你寫句子的時候，有的時候會寫錯，或者是會說錯，因為你不知道它是一個名詞還是一個動詞這個時候呢會出問題因為名詞的用法跟動詞的用法是不一樣的。所以呢，我建議同學們在學習詞彙的時候，要學習一下這個詞是名詞還是動詞。那特別是如果你需要考試的話，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們在閱讀的第一個部分，你要選詞填空。我們在那兒跟大家說過，如果是一個名詞，你要怎麼去做；如果是一個動詞，你應該怎麼去做。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這個東西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們現在來看題目吧。先74，他說呢，做生意時會遇到競爭帶來的壓力，但是大家的機會也是相同的。清楚地了解市場和顧客的需要，做一個符合市場發展需要的計劃非常重要。那問題是，做生意需要重視什麼？答案呢，應該是 D。那我們在文章裡面看到的是需要，但是答案裡邊我們看到的是需求，它們的意思是一樣的在這裡我們可以選擇 D， 因為意思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去用這兩個詞彙的時候呢，你會發現需要這個詞呢，它可以是一個名詞，也可以是一個動詞，它還可以是個 verb。也就是說，我可以說我需要一杯咖啡，我需要有人來幫我，這是可以的。但是需求呢就不行了，需求只能是名詞，而且呢，我們一般來說只能說市場的需求、顧客的需求、個人的需求這樣的詞彙。那麼這裡面這兩個詞的意思和用法你要很清楚，那麼在做閱讀的時候和聽力的時候，你才有可能都做對。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個。那23，這是一個聽力題，你會看到 A 是請客， B 呢是按時到， C 是別生氣， D 是換一個航班。那你會聽到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男的說明天的面試很重要，你千萬別遲到。女的說我知道，你別擔心了，我一定會準時到。那麼這個時候同學們要清楚，按時和準時它們的意思是差不多一樣的，但是呢它們不完全一樣。我們要來說一下，那準時還可以是 adjective 形容詞，意思是說我可以說我非常準時，我是一個很準時的人，這個句子是可以的，但是我不能用按時我可以說他們都是 adverb， 我可以說準時做什麼，按時做什麼，這個都可以。但是呢，我很準時，我非常準時，我是一個非常準時的人，這樣的句子
按时不可以。那麼還有一點就是按时的後邊常常說的是，比如說按時吃飯、按时睡覺、按时吃藥、按時休息，還有就是按时到。那準時的話呢，一般來說是準時到，或者是準時開會等等這樣的事情，有一個非常具體的 concrete 的時間。按時的话可以沒有，比如說按時吃飯，那常常就是大家一般什麼時候吃，那就什麼時候吃。比如說，如果一個人今天12點，明天3點，昨天是下午3點才吃飯，那我們就說這個人不按時吃飯。這個時間沒有一個具體的時間，它可能是一個 regular 的時間啊，這個是不太一樣的。好，那我們再來看一看別的詞，經歷和經驗在英語裡邊都是 experience， 但是我們要注意，經歷呢，它可以是一個 verb， 但是經驗不可以。所以呢，我可以說我經歷過一次 accident， 一次事故啊，我經歷過一次事故，那經驗就不可以了。當然了，在它們都是 noun， 都是名詞的時候呢，經驗更多的是你做了事情以後你學習到的一些東西。那經歷呢，就是我做過什麼做過什麼。所以呢，比如說我的朋友他的英語特別好，他是中國人，他學習英語學了3年，學得特別好，所以我去問他，我說學習英語你有什麼好的經驗嗎？你可以告訴我嗎？那他告訴我以後，這個經驗我就學會了。但是經歷的話呢，你做過的事情只能是你做過的事情，我呢只能是知道了，但是我不能學会了你的經歷。我知道了你的经歷但是我可以說我学會了你的經驗。好，然後變化和改變。變化呢，它一般都是名詞，但是改變可以是一個 verb。我可以說，現在我已經改變了想法那我不可以說我已經變化了想法，這個不行。那變化這個詞呢，我們常常說北京的變化非常大。好，忽然和突然，那突然這個詞它可以是 adjective， 忽然不可以。所以我可以說，我听說他要結婚了，我覺得非常突然，因為我不知道他有一個男朋友我覺得非常突然，這個時候有一點 surprised， 有一個吃驚的意思。好，那這個是詞性不一樣，有的是 noun， 有的是 verb， 有的是 adjective。那關於 noun、verb、adjective 它們怎麼去用，那希望大家去學習 HSK 4級考前輔導課程書寫的部分。那在那裡呢，我們給大家了非常多的例子和 structure， 可以幫助大家去學習這些不一樣的詞怎麼去用。好，我們繼續來看一下，有的時候呢，它們兩個的意思差不多，好像詞性也差不多，但是用法不太一樣這個是特別重要的特別是我們剛才說過，有的同學呢在記憶詞彙的時候只記翻譯，只記 translation， 這個是絕對不可以的因為很多詞翻譯可能是這樣的，但是用法是非常不一樣的。我們來看一看這裡，他說呢，以後的事以後再說。81，將來的事應該怎麼說呢？應該將來說，因為以後和將來它的意思是一樣的，都是 future 的意思。但是那以後這個詞，我可以說吃飯以後，我可以說5點以後，但是将來這個詞不可以，因為将来只能是 noun， 只能是一個名詞，它的意思只是 future。但是以後呢，它有 after 的意思，比如说吃飯以後 after the lunch I will do something 这個是可以，但這個是不可以。
那包括後來或者將來都是不可以的。那我們再来看一下这裡，他說呢，如果你想減肥，巴拉巴拉巴拉，關鍵是要多運動。那麼問題是，關於減肥最重要的是什麼？那最重要的是多鍛鍊。那我們在這裡看到了鍛鍊和運動意思是差不多一樣的。那還有我們看到了關鍵和重要意思是差不多的。但是問題是，我可以說關鍵詞 keywords， 但是我不可以說重要詞，這個是不行的。好，那我們再來看一看這裡，通過 pass， 合格也是 qualified， 那它們兩個詞意思也是差不多的。但是呢，我可以說我通過了考試，但是我不可以说我合格了考試。很多同学都说這個句子，那我們要說什麼呢？我的考試合格了，考試合格了，而不能說合格考試。這個你一定要記住。很多同學呢，在書寫的部分看到了合格這個詞，馬上就說我明白意思，然後說我合格了考試。但是我要告訴你，這個句子是錯的，所以你不可以只是去記它的意思，你一定要去記它的 usage， 它的用法是什麼。然後以前和过去也是一樣的，它們都是 past， 但是呢，以前呢也可以是 before 或者是 ago 的意思，所以我可以说吃飯以前，但是我不可以說吃飯過去，這個是不對的。那然後我們再來看著名和有名，那他們有名呢是比較 oral 的，著名是比較 formal 的，他們都是 famous 的意思，意思是完全一樣的，但是在用的時候，著名作家可以，有名作家不行啊，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好，那现在呢我們要看一下，如果是我一定要說一個 famous writer， 我可以說有名的作家可以，但是有名作家沒有的是不對的。好，我們再來繼續看一看，有一些詞呢，它們意思差不多，但是範圍 scope 或者是搭配 match 不太一樣。我們現在呢來看一下這裡。閱讀能力好的人不但容易找到工作，而且工資也比較高。另外，閱讀考試的分數往往還能反映一個國家的教育水平。閱讀能力高的人一般怎麼樣呢？我們選擇 A， 收入高。那在這裡大家會知道，工資和收入的意思是差不多一樣的，但是我們要考慮一下呢，工資這個詞呢，它的意思是我在一個公司工作，每個月老闆給我多少錢，這個是我們的工資。但是如果我在公司工作，但是我還有別的 part time 那個 job， 可能也有一些錢，或者是我有一個房子，我 get rent， 我得到房租，那這也是一些錢，這個所有的錢一起是我的收入。所以呢，工資是 salary， 收入是 income， 那麼它們意思差不多，但是這個 scope 這個範圍是不一樣的，所以這樣的詞大家要注意一下。好，那再比如說旅行和旅遊，一般來說呢，旅遊它就是去玩兒，我這個地方很漂亮，我去看一看，我去吃好吃的東西，我去拍照片，我去看一看，這是旅遊。但是旅行呢，它可以包括旅遊，包括出差，包括看家人，都是旅行。好，然后我們再來看一下告訴和通知。告訴是 to tell， 通知呢是 to notice 和 notice 作為一個名詞。那我們要知道，告訴的話呢，一個人跟一個人說一個 information 就是告訴。
但是通知呢，一般来說，它说的是学校啊、公司啊告訴大家的事情，這個叫通知啊。或者是比如說我是同事啊，我要通知別的同事，我們的會議改時間了，那這個是比較特別的，所以它和告訴不是完全一樣的意思。那差和壞都是不好的意思，但是呢，如果是空氣不好，我們要說空气差；如果是我的手機有問題，我要说我的手机壞了；如果是一個人不好，我要說這個人很壞；如果是質量不好 ，the quality， 我要說質量很差。所以他們可以說的名詞是不一樣的，那大家在去記憶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一下。還有就是說話和聊天兒，那聊天呢，一般來說就是生活裡邊的小事兒，朋友聊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哎，今天天氣怎麼樣啊？你吃飯了嗎？你吃什麼了？哎，那個電影好看嗎？這是聊天兒。但是如果你看到了一個人和一個人這樣，他都是在說話。現在老師在說話，在地鐵裡邊很多人都在說話，說什麼呢？都可以，所以他們也不一樣。好，那我們繼續看。那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一個題，他說呢，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個過程。如果把過程做好了，結果一般都會很好。可是啊，這裡有一個錯誤，現在很多人做事情的時候就只想着結果，從來不關心過程。那問題是，根據這段話，做事情的過程怎麼樣呢？我們應該要選擇 C， 值得關注。那關心和關注，它們的意思也差不多，但是我們在用的時候，它們不一樣。關心呢，它經常是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一個人關心一個人比如說我的媽媽非常關心我，她常常給我打電話，我們要關心朋友。那關注的話呢，關心的話呢，還可以關心什麼事情？比如說，我關心經濟，我關心 economy 那關注的話呢，一般來說是我們關注一件事，我們要關注中國的經濟，我們要關注過程但是呢，你不可以關注一個人。那關注一個人的時候呢，它和關心一個人是不一樣的。關注一個人就是我一直想看看他在做什麼。關心一個人就是 care about care 就是他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家人，我希望他很好，所以我問問他，你最近怎麼樣，身體好不好？那這個是不一樣的意思，所以這個大家要注意一下。好，那我們再來看相信和信任。那麼比如說呢，信任呢，我們要說信任一個人或者信任一個公司。但是相信的話呢，我可以说我相信這件事情是真的我相信你，但是你不可以說我信任這件事情是真的，這個不可以。增長和增加比如說，那我們可以說這個中國的這個人口增加了或者增長了都可以。但是呢，比如说 knowledge 知識增長了，不能說增加了，因為知識呢，你不可以一個、兩個、三個、四個這樣的去 count， 不可以數，所以呢，你不能用增加，只能用增長。然後幫忙和幫助，它們都是 help， 但是我可以幫助一個人，我不可以幫忙一個人，我可以幫他的忙所以人要在中間所以同學，
你可以幫我一個忙嗎？你可以幫助我嗎？但是你不可以說你可以幫忙我嗎？那這個詞的用法在寫作裡邊，大家要特別的去注意一下。好，我們再來看，在漢語裡邊呢，再從 HSK 4級開始，你開始看到了一些文學的說法。什麼叫文學呀？Literature 啊 ，literature 的說法就是它不是非常直接的告訴你，它會有一些別的說法，聽上去非常有意思。那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這是一個聽力考試，關於生活可以知道什麼 ？A 有酸有甜 ，B 非常輕鬆 ，C 其實很奇怪 ，D 每天都很精彩。那我們來看一下，他說呢，人一生中會遇到很多事情，或愉快，或傷心，都只能由自己去經歷，其他任何人都無法代替。生活是自己在過，其中酸甜苦辣也只有自己知道，別人說什麼不重要，自己感覺快樂就行了。那麼在這個文章裡邊呢，說的是人的一生，但是你又看到了酸甜苦辣這樣的 taste， 这样的味道，你會不會覺得有點奇怪呢？因為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有酸有甜，所以很多同學如果沒有學習過，就覺得有點奇怪了。那在漢語裡邊呢，我們說呢，人生生活呀，就像菜一樣，就像 dish， 有的是酸的，有的是甜的，有的是苦的，有的是辣的。味道不一樣，就是有的是高興的，有的是不高興的。所以呢，在漢語裡邊，我們有的時候酸甜苦辣不是真的味道，是人生的順利和不順利，高興和不高興。那麼像這樣的文學的說法，你要了解一下，要不然呢，特別是在做聽力的時候，第一次聽到酸甜苦辣，會覺得非常奇怪。那麼實際上呢，這是漢語裡面比較特別的說法。好，那比如說我們也常常說什麼人生的路上怎麼樣，朋友就像鏡子什麼的。那這個我們在做聽力的第3部分的時候已經說過了這個故事，就是他說呢，人如果知道自己好看不好看，衣服合適不合適，你就有照鏡子 mirror。那如果你要知道自己的缺点的話呢，就需要一個朋友。這個朋友呢，要敢說真話，要批評你，然後你才能知道你的這個缺點。那這個朋友就像鏡子一樣。好，那還有呢，比如說有一種說法是人生就像滑雪。他說呢，你在滑雪的時候呢，從上邊滑下來是非常順利、非常方便的，但是人生不能一直是這樣順利的。你在這樣的時候一定要先向上，你要先爬上去，然後再滑下來。也就是說，有的時候你退一步是很重要的。那麼像這樣的說法，大家要去學習一下，了解一下。要不然呢，你會覺得這樣的文章非常奇怪，不能夠理解。我們來看這一個，生活是什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說，生活是一杯酒，辣中帶香。有人說，生活是一塊巧克力，甜中帶些苦。也有人說，生活是一個圓麵包，最中間的部分是最好吃的。然而，不是每個人都能吃到。你看，生活
又是酒，又是巧克力，又是圓麵包，非常多的東西，那它就是文學，就是 literature。所以這樣的內容對大家來說，特別是聽力的部分會特別難。所以呢，大家在學習的時候呢，要多去學習一些這樣的內容。你熟悉了以後，你就會覺得沒有那麼難了。好，那然後我們再來看一看文學的說法。這裡我們看到了，人們往往只看見別人成功時獲得的鮮花，卻很少去注意別人在取得成功之前流下的汗水。他的問題是，人們很少注意到什麼？那成功之前流下的汗水就是努力啊，就是努力，就是堅持，就是工作啊，这就是成功前的汗水。那这樣的說法大家要熟悉一下。那還有比如說我們看到這個題，老人總是喜歡往回看，那回憶總結自己過去的經歷。往回看的意思是回憶 memory 啊，那年輕人卻相反，他們喜歡向前看，他們容易接受新事物。所以和老年人比，年輕人怎麼樣呢？年輕人關心將來啊，關心將來。那麼喜歡向前看，意思就是關心將來。那這樣的說法你明白了嗎？然後還有比如說，我們要學會放下啊。什麼叫放下呢？就是 let go 啊。那什麼意思？比如說我們在生活中會遇到非常多的困難和不高興的事情，你不要一直往回看，要忘記那些不高興的事情，要向前看，要多去想美好的事情，那些不好的事情就放下吧啊 ，let it go 啊，這樣的意思。那不要總是往回看啊，不要錯過路上的風景啊。比如說呢，我們在 HSK 4級考試裡邊呢，經常會看到這樣的短文，或者聽到這樣的短文，就是關於過程和結果 progress 和 result。 那有很多人呢特別重視結果，所以呢忘了過程，但是其實過程是非常精彩的。那也就是說，你在走路的時候，你不要只是想着我要去哪兒，你要看一看在路邊有非常漂亮的風景。那這樣的說法意思就是你要重視過程。那像這樣的說法大家要學習，要了解，這樣的話呢，在考試的時候才會覺得比較容易。好，我們繼續。那在漢語裡邊啊，在你做聽力考試和閱讀考試的時候，你會看到非常多的說法，就是你看的是一種，聽的是另外一種。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篇文章。我們在做聽力的部分的時候聽過這個問題。他說呢，進入冬季，氣候乾燥，怎樣才能保護皮膚，讓別人看不出自己的年齡？我們的水之印象可以讓您的皮膚在乾燥的冬季喝飽水。那這個說呢，水之印象有什麼作用呢？答案是讓皮膚濕潤，讓皮膚喝飽水啊，意思是保護皮膚，讓皮膚濕潤。那這樣的說法你有沒有聽過呢？讓你的皮膚喝水，喝飽水，意思是保護皮膚，或者是說讓皮膚濕潤。那這樣的說法，如果你沒有看過，沒有學習過，對於你來說可能就是
比較难的。好，那再比如说我们看到這裡，他說傷心的是不要見人就說，就是不管你看到誰，你都告訴他。那這個意思就是不要到處說 ，anywhere 啊，到處說，意思是見人就說。那像這樣的說法有點難，你能夠知道嗎？你要學會它啊，才能把這個問題給做對。那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裡是 HSK 4級考試裡邊出現過的很多的詞。那你可能看到的是合適，但是你聽到的可能是符合要求啊，符合要求。那你可能看到的是窮人 poor people， 但是你聽到的是經濟有困難的人。那你可能看到的是要準確 accurate， 那你听到的可能是不能出錯。那你看到的是心裡舒服多了，你听到的可能是輕鬆許多啊，意思是一樣的。那50年，你可能聽到的是半個世紀 half century。80%，你可能會看到大部分。敢，我敢做，那可能是有信心，或者說相信自己啊。那在這裡邊，大家要熟悉起來。比如說呢，你可以試一試，你在學習一個詞的時候，你試一試用漢語去 explain， 去用漢語去解釋它。那實際上在做閱讀和聽力的時候，很多的題目都是這樣的。它在選項裡邊有一個詞，但是在這個文章裡邊，你看到或者你聽到的是一個別的說法啊，不是完全一樣，但是意思是一樣的。那這樣的題目需要大家用腦子，需要時間來想一想。那在複習和準備的時候，這樣的內容大家應該要認真的去學習一下。這樣的話呢，在做題的時候，你才可能會更快的去掌握，去做對啊，不需要很多的時間去想這個問題。那像這樣的是我給大家的一些例子。那大家在複習和學習 HSK 4級詞彙的時候，可以試一試。比如說，我看到了準確這個詞，我要知道它是什麼意思，我要知道它怎麼用，而且我要知道在漢語裡面用簡單的口語怎麼去 explain， 怎麼去解釋呢？我也要去想一想。好，這個是我們的換一種說法。那現在呢，我們來看一個比較難的詞啊，就是大家在聽到的時候都有點緊張的詞，那就是差一點兒就怎麼怎麼樣啊，差一點兒就怎麼怎麼樣。那同學們聽到這個的時候啊，都有點頭疼，為什麼呢？我們來聽這個啊，看一下這個。男的說：“真可惜，這個球差一點點就踢進了。”女的說：“是呀，還剩1分鐘了，馬上就結束了。估計沒機會再進球了。”那麼根據對話，哪個答案是正確的呢？答案是 D， 那個球沒進。所以大家看這個句子，這個球差一點點就踢進了。那結果是進了呢，還是沒進呢？大家可以猜一下啊，但因為我已經告訴大家答案了，是沒進。在漢語裡邊，差一點兒就怎麼樣了，是沒有的意思。比如說，我今天差點遲到，那我遲到了嗎？其實沒遲到，可能比如說9點上班，我是8點59分到的，差點遲到。那這次考了59分，差一點兒就通過了，那我通過了嗎？沒通過，因為60分通過，我考了59分，差一點兒就通過了，但是沒有。
一輛自行車朝我騎了過來，我差點就受傷了。他騎過來，我差點就受傷了。但是實際上呢，我受傷了嗎？沒有。所以差一點就怎麼了，意思是沒發生。所以呢，大家要記得這一點，然後在考試的時候，如果你聽到了或者你看到了，你就想這個後邊這個 verb 是沒發生的，這一點大家要注意一下。好的，這就是我們今天學習的，在漢語裡邊你可能會常常看到的近義詞這個是在考試裡邊非常常見的。希望大家呢，我給大家的這些例子，大家都要學會和記住。那同時在自己學習詞彙的時候呢，也需要去注意。那第一，你是要知道它們的意思差不多。第二呢，我也希望同学们可以学習一下它們哪裡不一樣，因為在閱讀和書寫的部分，它們都是非常重要的。好，而且呢，它們對大家的口語也是非常有幫助的。那麼現在呢，我們要休息一下了，一會兒呢，我們會給大家看一下反義詞，也就是意思不一樣的詞。那我們現在先休息一下，然後繼續。